家好，我是妙丽，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20岁那一年创业的经历。20岁真的还蛮小的，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我现在也没有很老啊。我现在来说说为什么我当时会创业好了。我品牌名称叫做妙丽的魔法学院。那这个妙丽的魔法学院，它其实是一个我的个人品牌，我英文家教个人品牌。然后我透过这个品牌，然后有架立网站，之后有去透过这个平台接洽更多的学生，然后还有去补习班授课。那时候其实是原本我就已经当了好几年的家教，我从大一开始就接了蛮多英文家教案子。我大学的时候原本是在念会计系，可是我从大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对会计没有兴趣。那当初会进去念也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是可能家里逼我去念会计系。导致我在大学4年念会计又念得不是很快乐。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应该被我科系给定义，就是我觉得念会计不一定要从事跟会计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去摸索我自己的兴趣，就是一直以来我都在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对。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一些家庭因素，所以我一定要搬出去自己赚钱。那时候我真的是想方设法，因为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然后后来也是因应着就是个人品牌的潮流，我记得那个时期好像很多讲师、很多作家都出来提倡个人品牌的好处。对，所以就有很多自媒体顾问啊，然后还有品牌导师啊，然后还有什么职涯规划师啊，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讲师横空而出。我当时也算是去顺着这一个潮流，然后创了这一个品牌。就是当我听到其他的讲师分析说创立个人品牌会对我事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例如说我可以去建立我专业度，然后还有去扩展我的知名度，然后去开发一个更大的市场。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 work 的方法，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要创立。我在创立之前，我心里就有一个 big picture， 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要朝哪一个方向去，最后的成品会长怎样。我当时是希望我可以成立一个官网，然后最好还是可以经营一些自媒体，像是 Instagram 啊，或者是 YouTube。但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那时候完全不会写程式。对，我当时念的是会计系，所以我一点程式背景都没有。所以后来我是去找那种架站的平台，就是现在有很多架站平台啊，像是我是用 Weebly， 就是它有一些 template 可以给我选，但是我又很希望它可以变成我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想我的品牌色，什么样的色调最符合我的个性。然后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也充满着当时延续下来的品牌色。对，然后还有要怎么样写文案，然后要怎么设计我使用者界面，然后使用者要去怎么观看我的网站会是最顺眼的。那时候我就花了非常多时间想。然后其实我的做法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完成。后来我在完全没有程式基础的状况之下，我在1个半月之内把这个网站架起来。我现在还是觉得好厉害哦。对，但其实我当时是整个不眠不休的在做这个网站，我几乎没有睡觉，就是我每天大概只睡3-4个小时吧，每天就是规划，然后P 图啊，然后还有去调整那些图片的大小啊，然后还有设计一些互动栏位，像是大家可以查询我的 schedule， 然后可以透过一些表单去报名我的课程，然后还有要写一些案例，就是例如说我以前教过哪些学生，然后我用了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成效怎么样，那些都是我不眠不休打字，不眠不休
写出来的。那后来成效如何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品牌建出来之后，真的有很显著的帮助我去扩展我的事业，然后增加我的案源。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应该是建立知名度。一开始我只是一个个体而已，我只是一个大学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兼职英文老师，然后会到处跑，到处去学生家里上课。那这个品牌建立出来之后，就是开始有一些流量，然后开始有一些人会知道我，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知道说我在做全职做英文老师这一件事情，他们也会帮我介绍学生。一边我在学校，我在会计系还有课，然后我在外面同时最高纪录有6个兼职，然后还有2个补习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整个 schedule 超级满，就满到我完全没有时间休息。蛮累的啦，但其实我是一个已经累习惯的人，就是我可能从小就是这样生活的，那后来我会放下我的事业去上班，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就是当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我不想被定型。当时其实我觉得我有政大商学院的学历，却没有去从事一个跟商业相关的工作，然后这样感觉就好像有点浪费这个学历。我当初高中的时候也是辛辛苦苦念书考上政大，那没有好好利用这个学历去职场闯荡一下，感觉好像有点可惜。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第二点是我当时有考虑到转跳的门槛，意思是如果我毕业之后去上班，如果我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满意、不开心，我随时都可以回去当英文老师。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一毕业就一直当英文老师，之后如果我返回想要去转跳到别的职业，这机会就小很多。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转跳门槛的问题，所以就是考虑说毕业先工作一段时间试试看。再来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那个 COVID-19 刚爆发。我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就是2-3年前，我在经营这个品牌大概半年之后 ，COVID-19 爆发，然后我的事业受到不小的影响。我记得那个时期，所有人都不敢出门，然后不管到哪一个捷运站都看到寥寥无几的人。那学生的家长也很怕说会传染，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暂停几周，或者是可以远距上课。对，然后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当时我上课，就是我没有出现就没有钱赚，所以我的收入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就是因为这以上几点，我才考虑说要出去找一份正职的工作上班。然后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有写信给奥美的总监，想要请他帮我做职涯咨询。然后他看到我履历上面写说，我曾经创过业，然后创过一个妙丽的魔法学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不错啊，你怎么不继续做？然后后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主管看到我曾经创业的经历，看起来都还蛮有兴趣的。然后顺便说一下，就是我收到有一些粉丝私讯我说想要上我的家教课程，对，因为我的1对1课程是真的会去抓出每一个学生不同的痛点，然后去精心设计课程的，所以我课程单价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因为后来真的就是收到蛮多学生的私讯，所以我在想我之后可能会开设线上团体课程。那这个课程可能会包含商业英文跟生活英文的不同的主题，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来上。如果是开团体班的话，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像1对1教学一样做的那么精细，就是专门为个人量身打造。但是我会开一些蛮实用的课程，然后大家如果在课堂有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开麦询问。对，然后课程应该会开全英文的吧？目前我的想法是收个500块左右哦。然后因为这是粉丝敲碗，我才决定要开的团班。以后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来买到我的课程，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然后这一期就到这边。如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内容。我是妙丽，我们下次见，拜拜。